好，我们谈完了城市。那么构成城市的单元是建筑，而我们这门课叫中国建筑史，那我们更应该关心一些中国建筑的思想。当然，我们知道中国在世界建筑史上呢，大家经常引的就是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的建筑思想。维特鲁威在2000年前就提出了坚固、实用、美观的建筑3原则。好像我们中国没有类似的这样一个思想，所以我们中国人是一种世代传承的一种结果。这是达芬奇画的维特鲁威人。我们知道维特鲁威的影响是一直延伸到现在。但是，如果我们仔细的去注意一下古代的文献，我们发现这个结论还有点早。实际上，我们中国人有和维特鲁威建筑3原则十分相似的建筑原则，而且出现的比维特鲁威的建筑实书更早的时代。在中国古代最早的一本书叫《尚书》里头，那么记录了上古时的帝王大禹的一段话。他的话是这样说的：禹曰：“禹，帝念哉！德为善政，政在养民。水火金木土谷为修，正德利用后生为和。”大禹大家熟悉，是一个古代圣王，同时一个公而忘私的人，3过家门而不入，去治理洪水。那么他这段话的意思是怎么说呢？他说，上帝教导我们，有道德的人应该行善政，有道德的这个人君吧，应该行善政。而善政的核心呢，在于使百姓安居乐业。那么与百姓生活有关的水火金木土谷等事宜，一定要认真的去经营。那么包括工事营造、这个农业种植等等与土木工程和水利工程在内这些善政呢，应该遵循什么原则呢？正德利用后生3个原则。实际上土木已经包括在这3个原则里了。而这3个原则有一个核心概念，就是和。和恰恰是中国哲学中最重要的概念。所以说，这个土木这样一个以房屋建造的这样一个工作呢，在大禹的心目中也属于应该有正德利用后生的原则所指导的。那么也就是说，首先要从统治者自己的品德做起，要正德。比如说，统治者不能把社会财富都用于自己的工事营造和生活，要做万民的表率。我们现在看故宫那个正殿，还有表率万邦嘛，万邦不只是万民了，甚至是万国。帝王做表率，这是一个概念。第二，那么经营这一切，包括居住的宫室、房屋，它基本的原则是好用、利用嘛。这一点跟西方建筑思想就通了。它要便利日常的生活利用。第三，无论是宫室的土木之工，还是农业的水利工程等等，这些目的呢，要有利于百姓的生活繁衍后生。所以正德利用后生。而做到这3项原则，它的核心是什么呢？是和。政策要中和，不要有任何过激过高的政策性强求。古人的智慧是很高的。我们可以做一点比较。我们看西方其实我们仔细研究，它的最高的3原则最高的水准是美观，它追求的是建筑客体的外观美。中国建筑的最高的准则是正德，它追求什么呢？建造者主体的道德美。2个都是美，但是不一样。西方强调实用，建筑要好用，它的功能甚至它的经济性也都包括在里头了。中国人讲究利用，一样强调我们盖的工室、盖的房屋应该便利大家使用，这是相通的。第3点，西方强调的是坚固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西方有一条，它的主流的建筑是为彼岸的神建造的。它的神庙、它的教堂
都是最重要的建筑。而我们中国建筑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叫后生，因为我们有一种变生思想，就是建筑是为当世的人用的，所以它是为此岸的人建造的，它不过分强调建筑的永久性。我们可以从这张图片看出，欧洲建筑呢，它花很多年的力量，其实是为神在建造殿堂，而我们的建筑，无论是宫殿还是住宅，其实都是为此岸的人。那么正因为这样，有了正德的理念，所以儒家是崇尚这个德的，所以孔子就把正德理念加以阐发。他是这样说的，他特别的赞同大禹的思想。那么他在《论语》中有这样一段话，他说：“子曰：‘予无物见然矣，非饮食而致孝乎鬼神，恶衣服而致美乎服冕，卑躬使而敬礼乎沟翳，予无物见然矣。’”这是孔子，我们中国文化的精神的塑造者，是吧？中国人他的第一个思想就是叫宁肯把自己的吃的简单一点，要把比较多的力量财力放在祭祀祖先和自然神，对神灵还是不要怠慢。这当然反映了一个那个时代的思想，对祖宗对前辈一定要尊重，非饮食而致孝乎鬼神。所以中国人重孝道，包括对已经逝去的前辈的一种祭祀，也是带有孝道的含义。另外，祭祀天地鬼神，那么帝王每年的大事之一都是祭祀。国之大事，为祀与戎，是吧？祭祀是最大的事件，这是第一条。第二条，服饰，服装可以简陋一点，但是代表身份的这种服冕、这种纹样不能太这个草率，因为按照孔子的思想，社会是有等级，有等级才有秩序，有秩序社会才能安定，所以等级要分明，所以服饰必须要区别开它的纹样，所以儒家讲究官帽嘛。那么这些当然带有它一定的封建的局限性。我们再看更重要一条，卑躬使而致力于沟翳，就是我们宫室建筑可以简单一点，但是我们更大的财力和物力应该放在跟国计民生、跟农业生产有关的水利工程上去。这张图可以看出来，这是古代治皇的一个景象。中国人历来重视水利工程，从秦代一直到清代，历代皇帝都关心水利，那么跟这个思想是一以贯之的。那么所谓卑躬是什么呢？最高的典范就所谓上古圣王，所谓毛刺不减，土阶三等，非常的简陋，是吧？但是有礼仪双阶制度，有礼仪非常严谨的礼仪划分。孔子的大致意思就是说，我赞成大禹的思想，日常的饮食可以简单一点，但是对于祖先和鬼神的祭祀呢，不能够怠慢；衣服可以简朴一点，但是代表人的身份的服饰纹样呢，不能马虎；自己日常起居的公使可以卑微一点，把人力和财力呢，更多的投到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水利工程上去。那么这个三个方面呢，非饮食、恶衣服、卑躬使，说到底都是要求统治者的，而且是要求统治者要正德。这就是说，它吻合了正德的思想。正是在正德的这个前提下，才有可能利用后生，就是把这些有限的财力用在百姓、用在老百姓的生活和生源这个繁衍。这样呢，中国古代形成了一种对于建筑的一个自我独特的一个评价标准。它不是看建筑多么 monument 多么宏伟多么高大，它把建筑和某种个人的道德伦理建立了联系。房屋建造的是否高大美丽其实不是重要的，而房屋主人的道德标准是更为重要的事情。我们这里还可以举一个例子，这是《韩氏外传》里提到的，引的是《慎子外篇》。他说：“翟王使使至于楚，楚王夸使者以章华之台，高广美丽无匹也。楚王曰：‘翟国亦有此台乎？’
对曰：“宅王茅茨不简，采船不克，犹以为作之者劳，居之者易。楚王大作。”意思是说，翟国的使者到了楚国，楚国向他夸张，向他这展示自己的非常华丽高大的章华之台，说：“你们翟国有这样的台吗？”然后翟王的使者说：“我们翟王住的非常简陋的草屋、土阶的房屋，仍然觉得建造房屋的人很辛苦，居住在里的人太舒服了。”这时候楚王感觉非常的羞愧，这就代表了当时的一种对于建筑的思想。这样一个思想呢，其实就是卑躬式的思想，它影响了中国2000年。中国历代的皇帝都自诩卑躬式。实际上，卑躬式呢，尽管有某种虚伪的成分，对于帝王来说，因为他有时候还是很奢侈的，但是他也毕竟成为了统治者头上的一个紧箍咒。一般你大兴土木，就有儒生拿这个来批评他，所以中国建筑它总有一定的对它的一个限度。我们看明代建筑家李介《营造法式》中就沿用了这个思想，所谓卑躬匪实，淳风思富。所以淳朴的这个风是中国建筑的一个要点。那么这样一个基础下，我们知道中国建筑有正德利用后生的思想，但这是中国建筑的一个基本的原则。